谁还能拯救巴勒斯坦呢？是同为阿拉伯人的阿联盟，还是号称反美先锋的伊朗，又或者是那帮信仰纯粹的民兵们？现在巴以双方虽然在各界的努力下争取到了临时停火，但巴勒斯坦走向灭亡的困局依然无法改变。你看这约旦河西岸地区，名义上是在巴勒斯坦人手里，实际早就被以色列完全控制。再加上这些密密麻麻的犹太定居点，可以说约旦河西部分基本已经落在了以色列之手。再看看被以色列全面封锁的加沙，200多万人生活在一个被高墙电网包围的角落里，因为长期缺乏食物和水电，死亡在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来自高墙之外的炮火，每一次都会带走大批无辜的生命。如果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是为了强占土地，那么他们对加沙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赶尽杀绝。也就是说，一旦哈马斯战败，那么巴勒斯坦面临的不仅是亡国的危机，还有着种族灭绝的风险。那么在临时停火结束后，谁还能拯救巴勒斯坦呢？其实最想拯救巴勒斯坦的依然还是同为阿拉伯人的阿拉伯各国。只不过经历了5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从开始的义愤填膺到后面的顾虑重重，最后甚至为了自身安危选择与以色列妥协，让巴勒斯坦彻底沦为阿拉伯世界的孤儿。不过在中东，除了有瞻前顾后的阿拉伯国家，还有个反以反美最强烈的军事强国伊朗。伊朗是一个被美西方全面制裁却依然坚定反美40年的国家，但凡能在国际上恶心到美国的地方，伊朗都绝对不会错过。难道这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能与美国抗衡了吗？当然没有，这所谓的军事强国也仅限在中东地区，伊朗还没有能与美国抗衡的实力。不过伊朗却在数十年的制裁中神奇地掌握了一种自我武装的能力，不仅做到了丰衣足食，还研究出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丝毫没有受到美西方制裁的影响。不仅如此，伊朗还掌控着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旦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等于关掉了美西方国家的油法，即使是美国也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伊朗隔着里海与俄罗斯相望，隔着巴基斯坦与我国相邻，即使美国被气得咬牙切齿，恐怕也不敢轻易对伊朗动手。只不过这一次，伊朗真的是有心无力。你看这周围驻扎的美军基地，几乎将伊朗团团包裹，根本不给伊朗任何出手的机会。当然，美国或许能镇得住中东各国，但却镇不住那些生活在中东底层的平民百姓。保卫中东，拯救巴勒斯坦，或许还是得靠那群由平民组成的拖鞋军们。比如长期与以色列对抗的哈马斯，比如单挑过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比如隔三差五轰炸美军基地的伊拉克民兵，再比如吊打沙特联军的也门胡塞武装等。中东各国或许会因为自身利益和安危无法左右中东局势，但这些拖鞋军们可不在乎什么安危。他们都是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深受宗教的影响，有着最纯粹的信仰。他们深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解放是需要通过战斗来争取的。他们不受局势的影响，没有利益的约束，靠着心中的信仰去战斗。不仅是巴勒斯坦，甚至未来整个中东的局势都有可能和这群无所畏惧的拖鞋军们息息相关。